Hello， 大家好，欢迎来收看焦点哲学院。又到了星期一，所以今天呢，当然坐镇我们哲学院的还是台大哲学系的教授苑举正苑教授。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先把苑教授请进来。苑教授，午安。午安，小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的，那么今天呢，你看到背景不一样了哈。对。对，我说你看背景不一样了。我不在台湾，我在大陆，就这样子。好了，不讲了。所以说呢，我们因为跟教授在大陆连线，所以可能在说话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延迟啊，大家可以呢这个包容一下。那么今天准备的话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是很重磅的。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几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关于香港法院正式向恒大发出清盘令的这件事情。相信大家呢之前也都有关注到了，负债总共呢是超过了2.5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恒大呢，早前其实就遭到了债权人申请清盘，一度呢是就准备是新的债务重组的方案。那么今天一早呢是再度在香港的高等法院进行了清盘的呈请聆听，然后呢法官最后是指出说呢，恒大的债务重组方案欠进展，资不抵债，所以最终还是向恒大颁布了清盘令。那么今天下午呢，将会开庭处理归管令的事宜，并且呢也会颁布这个书面的理由。随后我们就看到了恒大的这个港股的中国的恒大呀、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等等都是盘中停牌的。而且停牌之前呢，我就看了一下中国恒大的股价直接跌了超过20%，恒大汽车跌幅也是超过了18%。其实恒大的问题一直都被外界认为说呢，就是中国房市数年来的这种潜在危机终于浮出水面的一个象征。所以想请教一下教授，香港法院这一次的裁决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来说大陆是否会全面执行这个清盘令，然后大家认为说呢，就是房地产中国房地产陷入困境可能会引发的中国经济放缓是大家担忧的。那整个这件事情，教授您是如何观察的呢？讲得非常清楚，恒大本身，尤其是那个老板许家印，他本身的所作所为这件事情象征着整个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3大指标都同时发生了。我不用暴雷这个字因为这个事情呢，大家呢心里都完全了解，一点都不意外。所以意外的只是说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所以说呢，这里面有3项指标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恒大的许家印曾经是中国首富，尤其是以房地产最发达的时期，许家印本身的制造出来这个消息感觉上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基本上相信中国政府也都不愿意看到恒大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第二点，香港其实讲起来，它之所以维持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够想要维持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的目标就是募资。募资的话呢，因为它是金融中心，所以它有机会上市。我必须坦白讲，我稍微有点了解，其实香港上市的条件比较宽松，但是恒大很不一样。恒大在香港上市的话呢，它除了来往经营的对象，然后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保人什么各方面所产生的一个感觉上，恒大在香港上市的意义非比寻常。原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现在被清盘，这个英文叫 liquidation， 意思就是把它清盘。清盘以后呢，理由是他资不抵债，有香港的公司告了他，然后他资不抵债，所以说呢，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呢，发觉他已经没有救了。然后第3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中国的态度。你刚刚问的非常好，中国会不会强迫恒大清盘？我刚刚看了国外报道，他们都很怀疑他们都很怀疑这个中国的这个对于恒大这个清盘。如果是英国人来清理恒大的话，或者美国人来清理恒大的话呢，搞得越惨越好。那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有它多方面的考量，这我们不清楚。
但是中国本身跟香港之间的法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恒大是一个关键，香港是一个关键，中国对于香港的法律态度也是一个关键。这个事情也有今天看到消息，国内的消息公布的非常少。对，就是恒大3只金鸡母，就是恒大的这个地产啊，恒大的物业啊，还有恒大的汽车，就一起签盘了。那么这个呢，等于是恒大的3个金鸡母。那个恒大本身来讲，捅的篓子太大了，就是空前不能说是绝后啊，因为后来又冒出什么其他的中资系啊，最近又是什么李易峰啊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但是恒大本身它是一个指标型，所以这个事情的出现变成我们今天讨论的头条第一次，是非常具有关键意义的，因为它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房地产时代的结束。是，而且就是大家呢会把这个房地产，因为大家也知道房地产曾经一度是支持过中国经济一段时间的，所以现在大家也会把恒大的这个作为一个标志，除了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之外，也会把它呢作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一个指标。而且同时说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呢，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就说呢在今年开年，你想这1月还没过完，中国已经连续开了5场重要的会议，这个在以往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1月22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2024年新一届的国务院本年首场的常务会议是召开了。往常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开，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在24号和26号，就这几天时间当中，政府是连开了5个非常重要的发布会，而且呢，这个5个发布会当中呢，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像聚焦、增强、提升、推动、新突破等等，都是这种词。而且关键啊，开发布会的人也都是非常的高级的官员，是集体有出席这个发布会的。所以这么大的差异呢，让大家呢就会开始想了，说这个想要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同一时间呢，《华尔街日报》在解读这些举措的时候，却在说这其实表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正在加深，在联合着刚才我们说恒大集团遭到清盘的这件事情。教授，您是如何观察中国经济在今年的时候是不是开门有点令人担忧呢？必须强调，这个连开5场的这个重要跟经济有关的会议本身来讲，它的确，华尔街报道讲说，中国对于经济的发展感觉到堪忧，所以这个如此密集。但是呢，它对于这个经济的堪忧的话呢，不能够讲得太笼统，它应该是说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的经营或是经济也好，反正是民营经济也好，确实是非常堪忧的。因为房地产它作为一个主力，它的下滑有连锁效应，就是股汇债市这4大市场的话呢，通通都会产生一个连锁的效应，而这个连锁效应呢，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荷包。所以这个叫做民营经济原来坦白讲，2023年的数据出来 ，GDP 5.2%，算是世界最好的。但是，一般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感觉出来呢？因为呢，中国的3大产业比如说光伏比如说锂电池比如说新能源车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没有跟中央或国企或是央企有一点关系，它就没有办法分享到。一般老百姓想不到这个红利，老百姓想到红利都是家里住的安安稳稳的有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越住越赚钱，然后每天股市就夯不啷的就搞个3-5千块来花用，所以这一下就解决了这个荷包的问题，工不工作、躺平不躺平都不重要。那现在这些都没了，股汇债市，然后而且的话呢，大家呢现在产生了几个副作用，就是民间的怨言非常深刻。这个我们刚刚也聊到，就是说一般来讲，不管城市盖得多漂亮，大家老百姓的荷包是越来越薄了，这也是事实，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你基本上呢，因为你想到对于前景有悲观，房价也下跌，然后股市也下跌，然后这个外汇的情况下的话呢，人民币也下跌的情况下，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就不敢消费了，然后这个出口的情况
也是受到了这个国际形势的发展。所以说呢，你这个会议当中呢连开5场，但是我坦白告诉大家，力度非常大啊。那么大家目前你问这个消息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这个 A 股最近稍微回来一点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抖音里面就会讲到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我这个分析的里面的基本内容啊，其实是台湾都已有这个经验。坦白讲啊，这个叫拖，国家是拖得住股市的，这个你放心，因为只要国家整体来讲，它是拖得住股市。那房地产的做法上呢，我建议大家呢，看一看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原来重庆市市长叫黄奇帆的观点啊，他呢提出来的解答呢。如果你仔细了解的话呢，它基本上把房地产切为3块，一个是没救的，另外一个还是会涨的，还有一个中间是作为这个保障房啊，让这个各城市里面吸收人才的保障房，只能住不能卖，所以这个也是慢慢会解决的。然后但是呢，这里头呢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他做法上来讲呢，要让大家满意，就必须不能够永远只是国富民穷啊，必须要国富民富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开了很多会议是针对这个事情做的啊，所以说呢，我相信我们都了解，因为对大陆目前为止，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等一下我们聊到其他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你走遍全世界还是中国好啊，至少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啊，让老百姓没钱了不好意思，其他根本老百姓活该没钱了，像阿根廷一样，那是问题更严重了啊。是，的确是这样。就刚才教授也提到，其实现在呢，不仅仅是中国内部可能它会面临一些挑战，其实外部给它的环境也真的太复杂了。如果我们现在望眼一下全球，我看到很多评论已经用什么战火硝烟呐，或者世界乱了这样的标题来形容目前全球的发展。那么说到中国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提跟美国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到王毅和沙利文的这一次会晤，绝对也是重中之重。我看到今天的最新报道呢，就是说这一次沙利文和王毅的会晤总共是密谈了12个小时，又是这种放长线非常长的一个谈判。当然，这个谈判当中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它的大背景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台湾刚刚结束选举呀，红海的危机呀，还有美国的大选，其实也已经拉开了序幕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沙利文和王毅的谈话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在这边呢，我想从2个方面来请教教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这一次召集要见王毅的主要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希望中国来帮助解决红海问题，或者说不好听的一点，就是拜登现在束手无策了，所以希望把中国拉入到这个红海危机当中。所以想要请教教授的就是，您认为中国这一次会出面斡旋伊朗吗？能够在中国的帮助之下来平和红海的问题吗？如果你是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中国的确就像你讲的，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王毅王毅大概经过这次12小时的会议后，回去要被刘建超取代了，算是可以可以休息一下，实在是太累了这个的确。在泰国开的会议，首先第一个会面12小时，你要知道美国是非常傲慢的，美国外交政策跟你谈2个钟头算给你面子，12小时一定他有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的话，现在世界局势的话呢，对美国来讲，确实是这个红海问题是美国做梦都想不到，这个胡塞武装力量居然的话呢拖鞋立大功出现了这个结果。是这个大家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就美国这么伟大的航空母舰都吓坏了那么就是得这个商船跟以色列之间，它就产生了功效。然后第3点也是很重要，中国对伊朗的确是讲得上话，但是伊朗能不能够限制胡塞武装力量做红海的这边的加码攻击？我不是攻击而已加码攻击未必有效。然后呢，这个本身来讲，在谈判桌上讲的事情就像这个特朗普讲的事情一样，就是永远不能够让你看穿了底牌就是中国跟伊朗讲得上话，美国跟伊朗讲不上话。对，但是美国知道胡塞的底下的支持的力量是在伊朗，然后伊朗本身的话呢，中国可以跟他沟通，但是伊朗限制胡塞，首先伊朗有没有这个意愿？再者的话呢，胡塞会不会听伊朗的？还有一点是，胡塞如果对伊朗讲说，我攻击的原因你也不是反对的，你也赞成的，以色列不停火在那边种族屠杀，那没有理由限制他。所以这个事情要谈12个钟头，就是你得把你的底牌亮出来，你到底能做到什么？所以也借这个机会
啊，那么王毅当然也提出来，就是比较多的要求。是，其实刚才教授提到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这个有待观察，就是胡塞武装首先会不会听伊朗的，然后的确中国和伊朗说得上话，但是呢，这个放在谈判桌上的筹码究竟是什么，我们是有待观察。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确是他没招了，所以现在呢，他只能找说得上话的中国来帮忙。所以还有一个观察，大家就在说，为什么美国急需中国的加入呢？比如说卡塔尔不可以吗？土耳其不可以吗？中间斡旋的现在真的只剩下中国吗？教授，您如何观察？首先，我必须要强调啊，这个卡塔尔的立场，因为卡塔尔很小啊，它虽然产气很多，但是真的话呢，这个事情呢，首先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先讲解一下，什么叫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三大原则，就是说，如果国际关系有哲学，就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讲实力，这个叫现实主义。第二个的话呢，就讲均衡这个的话，均衡是 equilibrium， 就是说你任何的实力的话呢，你要拉帮结派，维持一个均衡，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叫均衡。然后第三个的话呢，你要非常强调本国利益，合起来，这个就是国际关系。那卡塔尔跟这个土耳其的话，他们本身的话呢，就是卡塔尔本身当然是做这个中介的角色，是因为原来不跟以色列交流的时候，卡塔尔是比较。因为小国发挥了它比较大的优势，其他都不好意思跟什么美国、以色列来往，卡塔尔不在意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做小事情开会场地是可以的，但是真的要斡旋的时候，你要能够说服得住伊朗你要能够说服得住胡塞武装力量你要让他们能够感觉到你讲话管用对，土耳其好几次想扮演这个大国，但是土耳其本身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他拿什么立场来谈这些事呢？卡塔尔本身太小了，那什么立场谈这个事情？美国又不信任俄罗斯，对不对？对，这个世界上能够符合这件事情的 candidate， 就是说能够备选的、能够谈的对象没几国那中国当然是最好的。事实上，你以为沙利文愿意跟中国谈他不愿意了。美国人骄傲的很对不对？你想也知道那现在逼得没办法，就像小娇讲的很对那因为这个红海就是拖鞋立大功，美国本身倒并不是说打不赢也门，开玩笑，怎么有这种事情？美国会发觉胡塞的力量就是要把美国叫你登陆来作战，好，那完蛋了。对，的确是这样。所以就像教授说的，也不是说美国就想找中国谈，是他实在是没得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谈判嘛，那就互相我们就来谈。既然你要的现在有求于我，是希望中国呢出面斡旋伊朗来解决红海的问题，那中国自然也要把自己的要求放在桌面上。那很明显，当然我们就要来谈台湾问题了。所以这一次呢，王毅也是在见面当中就画了红线，再一次的强调了，就说呢，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如果大家现在在看画面上的这张图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其实就是王毅和沙利文会晤的时候，解放军的33架军机、6艘次的军舰，其实就是26号和27号持续的是在台海周边活动，而且呢，其中越过海峡中线以及其延伸线，进入到台湾岛西南北部空域也有13架次，这是1月13号以来呢，解放军绕台数量最多的一次。你说这个没有跟这一次沙利文和王毅会晤有关，我觉得大家都不信，这一定是做给美国看的。所以这一次呢，当然王毅放上谈判桌的就是台湾问题。而且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会谈结束之后呢，中国方面声明新华社的声明当中的用词是这么说的：坦诚、实质性、富有成果的战略沟通。富有成果在中国的这个声明当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很显然呢，北京对这一次的会谈结果其实是挺满意的。所以教授您如何解读？您认为沙利文是不是其实同意了，或者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某种承诺呢？我跟你讲想要美国做承诺，然后来履行他的承诺，就是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好的，就是8个字。OK， 你要了解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但是呢，他前面2个就是坦诚然后实质这个说明呢，他们呢，中国把这个讯息送给美国人知道。这个讯息呢，包含了3个方面。第一个是已经说过的。第二个呢，我在猜想呢，这个讯息呢是针对现状所提出来的，让美国认知的。
然后第三个是未来我自己做的猜测。过去强调的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红线，红线中的红线，最敏感的一块，这个话不用我多讲。然后这个现状呢，就是因为呢，台湾的老百姓选的一个少数的领导人，是这个赖清德跟萧美琴呢，大陆也不接受，美国也不放心，而且台湾人绝大多数人自己也感觉到危机将至，所以说呢，拜登总统很早在一开始，有意还是无意的，第一秒钟时间秒杀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对，我觉得这个美国本身的话呢，作为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你算那个时间的话呢，你就会发觉美国本身呢，在很多地方上呢，它要留下来跟中国在谈事情的一个基础。那这一次的情况，按照我们刚刚的分析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多于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地方。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未来呢，会希望呢，美国做到一件事就好，就会强调第一个，台湾有问题，但是这个议题呢，是中国内政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内政中的一部分呢？是中国内战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它在国际法的承认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美国的承认上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说了做不到，你乱说乱做，这个无所谓。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只要承认是我们内战的延续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就知道，目前的情势，我相信小焦在新西兰也非常清楚，就是说除了台湾人以外，大多数人就觉得危机四伏，战声隆隆啊。只有我们台湾就感觉到高枕无忧啊，安心作乐。但是这个情况很不一样，很不一样。那这个要美国这边呢，因为现在他们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说没有人会不知道美国的总统拜登的连任可能会有大麻烦，而且这个大麻烦被取代呢，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麻烦。这个更大的麻烦呢，对中国来讲的好处是啊，坏处当然是放弃幻想，好处是呢，他做什么事情都要求一个价码。如果是价码，那么就好谈啊。如果说动不动的话呢，这个价码当然好谈啊。如果动不动的话呢，如果以美国现状的话呢，真的要硬干一场的话呢，我觉得美国也没啥胜算。而且呢，搞不好会引发更大的乱源啊。你要知道，如果出事的话，美国一下子不打赢这，什么叫做战争打赢？连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大概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你除非是实力真的悬殊啊，到了极度的地步，像这个有关于这个两岸之间的情况。所以如果是内政的延续，是内战的延续的话呢，那这个就非常好处理，是啊，非常容易处理。所以为什么我就会觉得说，大陆呢，这个叫英文叫 eventually， 他会期待美国会承认这一点，因为承认这一点的话呢，对于不管以后谁当总统的话呢，这是一个新的提案的这个 new initiative 啊，就新的提案的话，那么包含特朗普在来的时候，他会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这个也是大陆官方也好，军方也好最想要的。的确呢，刚才总结一下教授跟大家说的，首先我们要放弃幻想，就即使是美国嘴上答应的，他动作可能也不会这么做。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今年是大选年啊，所以说呢，这个幻想我们不要有了。但也可以看得出来，的确就像教授刚才说的，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远大于现在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地方，而且美国现在碰到的乱子太多了，所以他绝对不想让台海的问题呢成为下一个他要收拾的烂摊子。所以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比如说呢，我们看到美国会不会继续派官员去台湾？除此之外呢，看到这个5月20号吧，说是要这个就职演说的时候，看看用词，这些都是观察点。所以说呢，我们都可以去有待观察。那其实说到中美关系呢，我们的确也看到了它是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迹象的。比如说呢，就是重启军事方面的对话呀，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也是再次购入了美债，再加上呢波音这不是也复飞了嘛？就是我们说交付到中国大陆了。我看到飞机已经抵达了这个广州，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方面都能够看得到。可是问题就在于呢，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美国的选举。最近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初选其实已经是拉开帷幕了。
特朗普啊，川普真的是势不可挡，而且他现在就开始了他怼天怼地怼全世界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呢，之前他就被问到说美国是否会帮助保卫台湾的时候，川普就直接抨击说台积电啊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后来呢，又有人问到他说关于北约的问题，他说呢，如果美国啊真的受到攻击，他不会相信北约会帮助美国等等等等。所以关于呢川普再次入主白宫，我也想请教教授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还是就着刚才的台湾议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川普啊回锅到底对台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是南辕北辙的，有的人就认为说呢，特朗普因为他的这个幕僚很多还是鹰派，所以就认为说呢会更加的支持台湾，所以会引发中国的直接的军事对抗。但也有人认为说呢，就说特朗普他会把台湾直接就作为交易的筹码，就像刚才教授也说了，是可以谈的，是可以放上桌面去交易的。但也有人认为说呢，川普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很难测，你无论是盟友也好，还是竞争对手也好，你都不能信任他。所以就想请教教授，首先在台湾问题上，川普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跟你讲啊，你真的要读点书来了解特朗普。这个特朗普本身呢，现在他的行为让很多人呢就产生一种大惑不解，不晓得他进一步会做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呢，特朗普做的事情是有这么一点哲学理念的。就是说你刚刚讲到，因为我要讲到，就是说大家认为说啊，川普到底是他底下鹰派幕僚什么？川普这个人没有什么幕僚了，他用的幕僚，他用了那 John Bolton， 博尔顿叫他打仗，他马上就把他 fire 掉。川普这个人呢，他2大特色，第一个他不假辞令，不讲情面。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川普本身他写一本书叫谈判嘛。这个谈判当中，他认为最大要领就是让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对，你上谈判桌，所以说他针对台湾问题，他不会亮出底牌，他说不会像那个拜登那么傻乎乎的啊，说 we are going to defend Taiwan， 但你讲这个就完了，你讲就完了，你不 defend 你就完了，你 defend 你也更完了，所以说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也足以证明他讲的是有道理，而且最主要这句话，我刚刚一讲完这个，你就觉得说，川普这个人的头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他用的语言是大概只有3岁儿童的语言，但是他想法的事情的话呢，基本上是30而立的了，他就有想法。我现在强调一下，川普的哲学思想，川普哲学思想很简单的，就是说2次大战以前的美国是至少门前雪，对，那川普本身要想回到2次大战以前的美国。但是川普本身来讲呢，他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2次大战期间，1942年的时候，脱离珍珠港以后，美国参战的过程当中，让美国的精英分子发觉，美国只要牺牲一部分的话呢，可以争取全世界的利益。美国自己做了非常大的广告，所以说事后的话，你想想今天美国的霸权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有400-500个，这哪来的？这就是2次大战以后的结果。2次大战以后的结果，美国做了完全100%，就是说180度的转变。我实际上坦白讲，2次大战之前我讲一件事就好，我家里有亲戚啊，就是这个1945年、47年就到美国的。那个时候，美国重要的场合当中，不但县市 colored， 连犹太人都不准进去的。美国这么保守的国家，你当然了，开玩笑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你从东欧过来的犹太人刚到美国的时候，非常 shabby 开什么玩笑？不是像现在像布林肯这样子啊，布林肯的祖父或者爹从这个乌克兰过来的时候，也是穷的不得了啊，那个样子是难看的要死。我必须要强调这个观念，就是说，美国2次大战以后整个改变了，所以今天的美国是很多在这个所谓的这种红州啊，就是说是以这个农牧为主的比较传统保守的美国人啊，就是没有办过护照、没有出过国的美国人会觉得说，美国搞到今天这样的话呢，纯粹是破坏了美国原有的保守精神，跟人家沟通结果交流过程。交流过程来了一大堆移民不说，然后自己美国又花了一大圈管人家事情，所以特朗普讲说，美国一旦被攻击，北约不会来保护美国，这怎么可能呢？北约指望着美国保护我们，北约凭什么来保护美国呢？北约没有美国，哪叫北约吗？对不对？这开玩笑，他故意讲这种话，他讲说，以后中美贸易的话，加收60%的关税，对的，这个他的确讲错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美国人乱花钱、乱消费、乱进口，变成武器 ，can weaponize。
这个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6年下来，中国本身已经告诉大家，只是没有讲明白，就是说你能不能出口随便你，那能不能出口到美国就看他的意思。如果关税不行，一切都是逆来顺受。这个其实讲清楚，我觉得今天在大陆的生活，因为我很熟啊，对不对？我现在人就在大陆，我们生活水准很好啊。我说两下，我在拿台北的台大教授的心情来到大陆过的时候，我感到生活水准非常好。你看我住的地方窗明几净，好的不得了啊！我昨天在那个在一个那个下午跟人家喝下午茶，在 Starbucks 旁边的时候，看从2楼往下看的时候，感觉上像跟欧洲没两样。成都啊，这不算是非常低的城市，感觉上非常好，建设非常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的想法是有一套思维的，这一套思维是夹杂的美式霸权以及美式的粗鲁，然后对于其他国家的要求。但他们有个目的啊，就是说美国人要用什么东西自己生产的。对呀。你刚刚讲到沙利文啊，有一样小东西你没提到，就是那个芬太尼的这种禁止，对对，1月30号，合作，要开始第一次讨论了。我告诉你啊，美国现在的真的大兵里头啊，就是有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没有使用过毒品的人，我很难凑出一个强壮的队伍。那美国本身呢，为什么一定要芬太尼一定要跟中国合作？中国打压啊，要打鸦片一样的方式来打这个芬太尼的生产呢？那这个大家心知肚明啊。所以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是在这方面，因为这个会侵蚀到美国本身的国力的基础。没错，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特朗普要做什么事情，那大家都可以预料到嘛，那就是会有些地方的话呢，会比这个拜登更精明一些，有些地方比拜登更鲁莽一些。但是对台湾的问题的话，我的预言永远在这里。因为川普对波尔顿讲，在他面前讲说，这张大桌子那个 over 那个 table， 只有这个点拿那个钢笔点那个点，这个点是台湾，剩下桌子都是中国，说的很明显的嘛，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呢，什么叫做 American interest 啊？所以说大家，所以他会回来是确定的啊，不能说板上钉钉了，但是目前为止气势如虹，真的是。好，台湾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时间关系，我们可能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刚才其实教授有一点点涉及到了，等一下回来我们会再把它展开讲一讲，就是关于呢，特朗普如果真的回归，可能会对世界的这种局面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刚才教授就提到了，比如说在贸易战方面呢，或者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关于呢，就是美国会不会放弃国际大循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又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下半节再来请教教授。好的，我稍微感谢一下，休息一下，感谢一下大家的抖内，因为今天呢，我们新西兰这边是公共假期，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支付宝上面的抖内啊。如果大家有抖内的话，在这边感谢一下，就没有办法念了。我这边呢只看到了这个 YouTube 上感谢一下刘一龙的抖内，然后呢他说拜登呢真的是没有救了，他说他年龄大了，但是在美国国内呢，无法以第三势力出来迎战两老的情形之下，最后只能是选择苹果当中比较不烂的特朗普，一个老牌民主国家沦落至此啊，他说不仅呢让人觉得悲哀呀。教授您怎么看？我跟你讲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就强调过这件事情，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个资本家会非常恋战他所享有的特权，而在这个享有的特权是伴随着年龄会累积的，这个累积的结果，政治就是一个可以被累积的资产，在台湾也一样啊，都是老人在搞政治啊。是。话说回来啊，政治是不分男女的春药。任何什么叫春药，就是你明明力不从心了，但是一服了以后呢，感觉上就是加强了数十倍的力量，外强中干了。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这样，两个老人就是外弱中干，真是麻烦极了。是的确，而且关键问题，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有力的这种后继有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一个黑利，然后呢，结果大家就发现说他其实距离特朗普也是差很远，那就更不用说这个拜登这边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正后起之秀能够顶替这两个人，所以就没办法在美国的这一场选举当中不出意外，可能就会看到这两老的之争了，是吧，教授？
小娇，我跟你讲，这个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悲哀。就是乱讲话的人，完全没有教养的人啊，得到的选票越多，在台湾尤其如此啊。就说是你很保守、很拘谨，那更麻烦，因为你恋在那个权力不放，你又保守又拘谨，让大家觉得很闷。所以说你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像那个柯文哲他乱讲话，哇，那些人喜欢的不得了，越乱讲话越受欢迎啊。你了解，像那个川普本身就是特朗普就是乱讲话，对不对？什么鬼扯了一大堆啊。然后这个黑利的话呢，有板有眼的，黑利就是很典型那种学霸型的人物啊，像希拉蕊一样。谁要这种人啊？对不对？我们明明在马戏团，你跟我们要大家上课学英文，开什么玩笑啊！真的是很悲哀哎，这样听起来哦。好，时间关系啊，因为我们在休息时间，因为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听众留言想要来请教教授的，所以在休息时间呢来问一下，其实就是关于呢这号人物，我相信大家最近也都经常听啦，就是王志安。他呢最近不是上了这个台湾的 talk show 嘛，然后就批评了一下台湾选举当中，说是把残疾人推出来打感情牌，然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去参加节目的时候，还用肢体呢去模仿了一下那个残疾人的颤抖的样子，所以说呢就立刻啊就遭来了炮轰。于是乎呢，看到王志安也是出面道歉了，并且呢他也是被这个禁止出境了，说是管制5年时间呢不允许去台湾观光。所以呢我们就有听众在下面留言，想要请教一下教授，对待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您是怎么看的？这个整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唐的事情啊！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讲，王志安本身是一个反中分子，他是一个对不对？我们不要讲别的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啊，基本上的话呢，王志安会邀请到贺龙夜夜秀里面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人仗势了自己口若悬河，仗势了自己舌灿莲花，然后呢陪着大家讲这个夜夜秀什么的啊，然后呢他自己的话呢，为这个贺龙本身你一听也知道，他不会请我的，会请王志安，就是他反对中国嘛，对不对？然后就搞了个半天的话，这个王志安一下子自己太入戏了啊，居然模仿起残疾人了。他这个说明了他不了解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对于残疾人的同情跟关怀，那是打从骨子里做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王志安本身，第一个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这个事情，因为明明一个反中的人，因为反中的立场上的这个节目，现在变成打成中共同路人，这个我觉得听到这里面。就非常非常好笑，那因为没得打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贺龙夜夜秀呢，基本上在整个选举过程呢，也让赵少康上，也让韩国瑜上，啊，也让黄国昌上啊，就反正就是说是对民进党不友好，现在民进党借这个机会的话，稍微这个强调一下。那贺龙自己也讲啊，我们以后要尽量支持民进党，让民进党票高一点。因为这位残疾律师啊，陈律师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来当选立法委员嘛。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你不管这个政治，这个王志安本身都没有经历过几次选举，选举就假的嘛。那你自己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不得了，说出来你就混蛋。他自己在莫名其妙做混蛋，那他自己本身目前的道歉方式也非常有趣啊，他也是想要继续挖苦啊，说什么台湾民进党啊，什么台湾是什么世界之光、宇宙之光，什么讲了一大堆。那这个王志安本身来讲很窝囊啊，5年内不能进来。我觉得所有的人有大陆的背景，你要在台湾做公众人物。你多多少少你应该来我的课堂中听听啊，至少跟我聊一聊应该怎么做。对，你不能够糊里八涂的就跑去了。哎呀，你进来挖苦人，我比你更会挖苦。有几项禁忌在大陆不是禁忌，在台湾是禁忌。而且他真的是作到自己，就是他作到自己。你看，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您说，教授？对啊，作到自己。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对台湾他自己以为很了解，因为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其实差得很远了啊。对啊。而且他自己还在说他要拿到日本国籍，然后又被日本的这个议员就说没有这回事啊，什么我们要去这个看一看啊，到底他的身份怎么样。所以说呢，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们听众希望请教一下教授，所以就在休息时间稍微来提一提，大家就把它当成一场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了。对啊，我这是极大的悲哀。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英国也出现这个事情，就是讲说是那个有个女的跑在家 ，I'm British。你在英国人面前讲 You are British, You are shit， 你就开什么玩笑？
教授好直接，不应该这样子讲。好，我们英国人就这样想，是。好了，我们马上回来啊！不要忘了，我自己也在海外住了10几年了，我非常了解这种心情。是的，我们中国人本身来讲，自己就是不争气啊，你这得捂着讲，你公开一讲，那可能麻烦。我觉得王子安搞不好变成无国籍人了。它真的是有一点点这个趋势啊。好，我们马上回来，因为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有几个重磅的话题想要请教一下教授。刚才呢就提到了特朗普现在是气势如虹，一方面呢不知道对于台湾问题来说，对于台湾到底是利是弊，对于整个全球来说，现在其实看到很多的国家也都开始呢做这种利弊呀或者风险的评估了。那我看到昨天呢华盛顿邮报其实就有一篇报道，刚才教授已经提到了，就是呢是不是这个关税人要再发功了，是说到呢，川普和他的顾问在私下讨论，要对所有中国进口的产品统一去征收60%关税的可能性，而且还不仅仅是说针对中国，他说呢，他甚至是可能更广泛的去引发全球的贸易战，就是因为呢，川普曾经他就承诺说要在自己的第2任期大幅的去扩大关税使用的范围，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全球普税，这将使得呢征收关税的商品的数量比他在第1任期要增加9倍还多，甚至他还要推动立法，让美国自动的对所有国家都去征收对等的关税。所以教授，首先您如何来观察，如果川普真的上台，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吗？我觉得川普发表这个消息的话呢，本身是为了竞选啊，因为美国的话呢，支持川普的那几个州的人呢，我前阵子跟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在电台讲，我讲到 redneck 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字有歧视的意味，所以我不想强调这个方面。但是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他的支持者本身的话会觉得说，America is the stron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就有这种想法。所以说，我们就搞到现在这样的。川普的话呢，他的竞选口号有2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是一个衰败非常厉害的国家，夸大其词。然后第2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业全部带回来，不要让别人就说是占我们的便宜，对吧？对。所以川普上台的话呢，对中国来讲的话呢，其实坦白讲，我刚刚已经说过。任何人对于美国出口的多，包含越南跟印度的话呢，目前情况，川普上台他们都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顺差多的话呢，美国喜欢，英文有个字叫 weaponize， 这个是以前我们没有学过的，就是可以让某样东西武器化。美国拿它的进口武器化因为美国给你一张纸，它印出来的美元。但是你给他的好东西，他拿出来的武器化，那60%的关税其实是有一点夸张，但是这主要的目的的话呢，对中国征收，所以让中国老早就心里有感觉。我们已经准备了5、6年了。我坦白讲我今天在准备你这个题目之后，我心里想讲，我们必须要做到3点。第一，美国对中国莫名其妙的敌意已经变成恨意了，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然后第2的话呢，请你拜托。不要再喜欢美国了，因为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请你不要再想。然后第3点，有些人的话呢，请你不要再移民美国，也不要再逃到美国，因为美国基本上会没收你的财产。我真心的告诉你，我们对美国都要放弃这个幻想。你去新西兰都好，你到了美国的话，这个麻烦就可大了。所以说所有的在大陆我这边遇到的人，每个人都问我说：“哎呀，你当年怎么不去美国啊？你到美国有没有什么关系？”多亏没去。我就看到今天会发生的事情，我就没去。我今天所有的立场就是，我一方面了解美国，我们家里去美国人多了，太多了。然后同时的话呢，又能够了解这里面的差别待遇。美国本身很幼稚，但是特朗普他是有一个意愿。就是让美国回到门罗宣言时期的美国，就是至少门前雪的观念。他做的每一件事就是我跟人家都维持很好的关系，可以继续沟通。但是美国的服务业制造业生产业什么全部拉回来，可能吗？你认为可能吗？对，由奢入俭易，由俭入奢难呐。你要了解就你好日子过习惯，你叫这些人，我们台湾最伟大的工厂台积电。跑到 Arizona State Phoenix 变成血汗工厂，所有的工人组成的工会，时间一到，什么加班，啪电一关，关你去死，
这怎么回来啊？这怎么回制造业啊？这是最具有指标意义的工厂啊！曹德旺那个玻璃工厂也是血汗工厂，我们这个台积电都成了血汗工厂。那你就知道说，美国川普只想干这个总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那长得很帅的儿子 Barron 啊，他就是干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幼稚，非常幼稚。其实我就是也延伸一下，我就是想请教教授的，就是刚才其实教授提到的特朗普的这个愿望，他是希望说呢，就是摆脱以前的这种国际大循环，让美国呢用在这个怎么说呢，金融上面的霸权去收割全世界，而返回到比如说呢，工厂都返回美国，有一点点好像让美国重新工业化的这个感觉。但是听教授说，这种现象其实不太容易出现，所以我也想请教教授，那就说呢，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意愿，他就要往这个方向走了。那对于在国际大循环当中的其他国家，比如说呢，做世界工厂的像中国呀，还有等等其他的国家，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前呢，其实从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要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这种双循环的战略。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也意识到了，你去依赖这种国际大循环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教授，您认为在这个方面，特朗普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哪些改变呢？我先讲美国，再讲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啊，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没有任何直接的这个。但是我天天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做这种事情呢，第一个呢，这个特朗普有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美国在23号只有对人家好，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你错了，对，我是亲眼见过美军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搂着8个喝着酒，然后走在路上。美国人在台北街头啊。薪水，美国的一个大兵的薪水是台湾的一个将领的将近30-40倍。哇！首先我这个印象，你知道，哎，一个大兵，美国黑人大兵，啊，那你就知道说是这整个，因为你就知道说美国那个时候的那个美军顾问团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美军占的优势，在各地都一样，在日本、在韩国、在德国都一样。美国占的优势。第二个的话呢，你要了解到。所有的人对美国的这种优势产生的信心，不是说台湾是穷鬼啊，像比利时我待得很熟的，比利时人家是帝国主义啊，人家占据了非洲中部，挖了多少钱呢？比属刚果沙伊啊，他们是金矿、钻石矿、铜矿、铀矿世界第一，挖了多少？挖了93年啊，挖了93年以后，这些钱到哪去？他们陆续信心国就会又是就移到美国。所以美国因为自己海外势力的扩张，吸收了全世界的财富啊，那来来回回，他让你进进出出，反正都是这种情况。然后第3点的话呢，美国本身有今天的优势，有美元的霸权。什么叫布莱顿森林？布莱顿森林是骗了全世界啊，讲得好是用黄金的啊，维持世界的金融秩序。1971年的时候，尼克森啊，他的那个财务总长叫克利啊，讲的说，他妈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大问题，你爱用不用随便你。这说明了什么？人。除了美国以外就贱，你就非用美元不可，你我都不例外，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优势。特朗普这个账算错了，你知道吗？因为美国原来是个农业国家。我说句良心话，你打开地图一看，我不知道小娇对美国熟不熟啊？去了多少次啊？美国绝大多数除了佛罗里达州、Texas、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以外，大部分都冷得要命。对，美国根本不能住人的。最先发现美洲的是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了，他们怎么不到北美去？太冷啊，没办法住。你这边讲到说这个哈尔滨啊什么的，我告诉你，美国1半以上整个5大湖区那个雪吓死人了。我家里亲戚都住在 Northern Michigan， 非常非常，我去过好多次。我讲那个不是开玩笑的。美国本身来讲没有国际的支持，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觉得真的可以打一个问号。好，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中国本身的话呢，在那点，首先第一个要告诉大家，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中国给你40年的机会来发展，一直是不断的添油中华，一直到最近为止。你一定要认清，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要告诉大家，发财是一件非常非常少见的事情，变穷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一定要让大家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自己我们不用讲别的，因为本身来讲，有的国家认为人工最贵。你在我居住的环境当中，就来到
四川人工其实不贵的，对，这是第一点，你心态上要转变。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你继续制造出口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头的当中，中国的历史当中长期有一件事情。就是人家就说我们中国靠了一片叶子、一只虫啊，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茶叶啦、丝绸啦啊，然后这个瓷器的一坯土啊什么的，不断的精进的技术的结果，那么勤奋的结果，你基本上没有东西卖给外国人，只能够跟人家收银子回来。明朝时候就这个就是这个结果。你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对很多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忽略掉一个重点。就是改善自己的民生生活，改善自己民生生活，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蛮好。你要改善，就是说你告诉人家说，如果外国人跟你没有办法再买你的东西的话，你不卖你自己，所谓内循环，就是不断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我跟你讲哈，就是我昨天到了一个餐厅啊，没啥生意，那个餐厅漂亮的不得了，哎呀，那个网络好的要命啊。然后他说这个叫卷，我说这个不叫卷，这个叫提升生活素质。然后第三点部分的话，我觉得中国本身来讲，大家一定要对长期计划要维持信心，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弊端都是在民主政治投票民主中一定会出现。如果你拿1%跟最高的收入跟1%最低的收入对比，在台湾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差好几百倍了。是，的确是。表面上大家都拿20%做对比，但你们像新西兰那边的话是属于社会福利国家，大家这个贫富差距不会太明显。因为我以前住在欧洲的，大致也这种情况。那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新西兰跟比利时人他们都一样，他们的消费的欲望就很低，就没有一个人动不动就是坐飞机飞来飞去的，没有这种人。是这样。我坦白讲，我太清楚了。我坦白讲。当中国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因为发财而嚣张的人太多了。那讲起话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了，的确是，到哪去都觉得自己行了啊，就是有钱了。我碰到过这么一个人，直接问我，你们台湾为什么不要统一呢？我就说，哎呀，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个人要多少？你说，你看看讲这么无知的话。我马上就不跟他来往。一个人要多少？你说，这个很难受，那个以为什么事都是。我觉得教授说的这是大实话。我觉得这种风气，不是你这个节目很难得啊，对不对？2个礼拜才一次，不说点实话，我憋得至少生病了。是我们刚才其实我觉得教授提到了很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对，就是它也有它的两面了。就说中国的确最近的这40年100年不变的这样的这个100年难遇的大变局啊，就说的确给了中国很多机遇，但是呢，可能在某一些人文素质上也是有待提升的。他赚的那个钱和他背后的那个人文的素质可能还没有配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等待一代吧，我估计1代到2代的时间才能够扭转过来。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刚才就说到选举的弊端，其实最近美国的选举就已经体现出了是不是内乱真的要发生。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请教教授的就是关于德州的这件事情。看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位于德州中部的一个军事基地爆发了枪击事件，说是有2名的士兵呢是发生了争执，然后之后呢就开枪互射，最后呢是造成了1人死亡，另外有1人呢就送医治疗了。当然了，当局是没有披露细节，也没有说这2个人呢到底为什么争吵，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事件就是在美国2党围绕着德州的边境移民问题矛盾呢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去发生的。我去看了一下，27号，首先呢，川普就在集会上表示说自己是非常赞成德州州长的那番话的，说要修建边境铁丝网，然后呢，派出国民的警卫队去阻止移民的入境，说是要对抗拜登当局到底。另外呢，美国的佐治亚州的议员甚至呢就发文，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他就说呢，红州和蓝州要进行国家离婚。所以我去查了一下，截至目前包括德州在内，全美已经有26个州都在公开的反对拜登的移民政策了。所以教授，您如何观察德州的这件事情会不会继续的发酵下去，成为大选当中的一个可以叫定时炸弹吧？已经不是不定时了，到了大选的时候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呢？
国有50个州啊，其中最特别的州就是 Texas，就是所谓的德州。我不晓得小娇有没有去过 Texas 啊？我有去过。到 San Antonio 里面有一个德州历史。啊，你有去过德州哈？这达拉斯啦，反正德奥斯汀啊什么的哈，德州是非常大哈。我跟你讲啊，我到山东年的那个图书馆、那个博物馆里面看啊，它里面的纪念品里面有卖德州护照。德州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10年的，有德州护照，有这个 Republic of Texas 啊。那么当然你就可以了解到德州的地位很特别了。这个美国的宪法当中对德州也是赋予了比较大的一个权限。德州本身不但大而已，它很富裕嘛，才能有。而且德州的人文精神也非常好的 ，UT 奥斯汀也是个好学校啦，这个大家都是这个知道的啊。最主要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呢，是德州的州长。德州有个特色，德州跟加州刚好相反的，加州非常左，德州的话呢非常保守。德州的话基本上人的话都是戴那个超大型的帽子，每个都像 cowboy 一样啊，这感觉上是那种味道嘛。就是说，所以说这一次呢，德州本身，因为德州跟墨西哥交界，然后呢，这个拜登呢就是这个民主党呢，这个有一种白左的思想，白左思想呢认为呢 ，everybody is equal, everybody got the right to live wherever he wants。好了，这样子不得了。这个今年的啊，这个从拜登总统考到现在，大概非法移民进来了1000多万人。对。啊，然后呢，最近从德州进来的大概就有500-600万人。然后呢，这个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德州本身，我必须要强调啊，就是说移民啊，非法移民进美国来啊的好处，美国是没有身份证的国家嘛，所以你只要进得来，到哪去都听到一口那个墨西哥腔或西班牙腔的人在那边做苦力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它有3个好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人工便宜嘛。对。然后第2个的话呢，显示美国国威嘛。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说它其实强调，就是说美国对于移民的态度来讲的话呢，是证明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准，这是从拜登总统的角度来讲。但是呢，特朗普本身呢，他担任第1任总统的最大的口号，就是在美墨边界修一道墙，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现在呢，这个德州呢，发觉这个墙修等于白修，白浪费钱。这个墙修了大概1-2千亿美元呢，但是这个为了白修，因为中间只要有个漏洞就从那边钻进来嘛。那个 Texas 跟墨西哥的边界很长，然后他拿这个没有办法以后呢，出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了带有刀片的铁丝网围起来。那他自己公开讲，我除了拿枪直接对这些人打以外，非法移民打以外，我没别的办法了。所以说他说呢，就是说要用刀片的这个来围着。那围着的话呢，这个刚好呢，这个拜登总统呢就是要清除这些铁丝网。大法官会议当中呢，本来6个是这个特朗普提名的，就有2个人倒戈，变成5-4通过要清除。但是呢，德州本身呢就马上派出这个 National Guard， 我不晓得中文叫做什么国民兵吧，就是说，然后呢就来跟这个联邦的这个边界的这个警察也好，军队也好对峙，就是不准拆我们这个铁丝网这种情况。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互相大动干戈，然后川普借这个机会缝缝插针呢，就他完全支持Alberta，支持这个阿伯特的这个做法，然后呢就支持德州，这下不得了啊！美国本身的话呢，有很多地方有25个州所以你刚刚讲26州是加上德州，25州全力支持。有一些很激动的州送兵、送粮、送油、送水，准备好好的开始内战。大家都发觉这个跟林肯时代的内战非常像对呀，就是这个 United States and Confederation 就刚好变成2个对立。而且本身来讲的话呢，我出现了很多美国南北战争时候的南方州的那个旗帜也是非常明显。就是美国这边的话呢，好像大战一触即发。不过话说回来了，美国人心里非常明白了，就是说只有团结的美国才会是一个有出息的美国。那这个如果分裂，因为美国红州蓝州是自己乱取的，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极度分裂的环境对不对？哪里都有这个红的，哪里都有蓝的。就说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很特别，不管人数多少，只要那个代表制的区域是多数，就变成红的，就变成蓝的。他是把一个很模棱两可的一个情况说成一个红蓝之间的对照，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问题不至于太大，但是呢，也说明呢，一旦有裂痕，那很难恢复，这倒是真的。
所以说今年大选啊，美国的大选值得关注的地方太多了，因为呢，大家都在说拜登执政的这4年当中啊，真的是美国，你看俄乌没有结束，这给了特朗普一个很大的筹码，是不是会把乌克兰当成一个筹码，直接跟俄罗斯去谈？然后说呢，以色列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其实拜登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难的立场啊，特朗普肯定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呢，他现在又不能喊不支持，又不能喊支持，所以拜登真的是骑虎难下。然后再加上这个移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台海、南海的问题啊，真的不知道今年的大选美国到底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拭目以待吧。以后呢，时间还长，一直到11月份，我相信这场大戏呢会继续唱下去。所以有什么最新消息再来请教教授。正好时间也到了，这个我们要结束了，也祝教授呢在中国大陆，在成都，对吧？这个假期愉快。我们下次节目的时候继续来请教教授。谢谢小娇，谢谢小娇，谢谢小娇。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一起聊聊。好，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啊！谢谢大家，谢谢教授，拜拜。好，再见，拜拜。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啊对于节目的支持，跟教授聊到了很多的话题啊。那么当然呢，下一次的焦点哲学院是赶在了农历的大年初3。不过刚才我已经跟教授沟通过了，教授呢是可以来做节目的，所以我们大年初3的节目会照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的锁定啊周一的焦点哲学院。那么明天周2当然还有大家最喜欢的三妹说亮话，所以千万也不要错过了。最后呢，大家在退出之前也记得给我们点赞，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啦。好，我稍微打开一下 YouTube 吧，稍微等我一下。感谢大家啊，都谢谢大家，谢谢 Doc 的支持啊，说我说这个话太多了，我下次尽量再简短一点啊，缩短一点，留给教授更长的时间。我看，对教授刚才我们在开节目之前，教授还在说他是这个脖子以上是非常这个优秀啊，或者叫我忘了教授用的什么词儿了，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能量都在头部了，但是他说头部以下，说他自己手很笨的意思。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教授的这个所有的知识储备啊，各个方面观察世界的一些角度啊，其实都是给我们了一些很多新颖的或者是很深入的一些讲解。所以我这边有朋友在说苑教授超级能人，的确是。有朋友说小娇是谁呀？我是的。我看大家都在聊这个，也有刚才看，大家在聊关于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方面啊，聊中国的这个。刚才其实我觉得教授的确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呢，中国的确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当中是让一些人致富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这个素质啊，还的确，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有遇到过，别的国家也都有，哪一个国家都有一样，都有我们所谓的一夜暴富，然后但是其实它的一些比如说底蕴啊或者支持啊，其实是有点跟不上的，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啦，但是是需要时间的。好，我下次注意啊，尽量少说一点。教授有的时候会，不叫走题吧，教授会把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啊，或者他以前的生活的一些经历啊带进来说，但我觉得反而会更有趣一点，就是听起来更容易专注，就不容易走神，我觉得蛮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无论如何，谢谢季风说我们都要过，马上就过年了嘛，下周就是，下周6吧，对吧？就是大年初1了。但我们的节目，因为你看大年初1是在周6，然后初2就是在周日，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今年的整个的这个。春节呢，我们就没有假期了，所以节目都是照旧的。谢谢波波的支持，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我跟 Summer 是同事呀，我做周一的节目，然后三妹啊 ，Summer 是做2、3、4的节目，然后呢，这个还有吴曼曼是做周5的节目。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教授每一个教授都非常能说，我们以后呢我们是得稍微注意一下啊，把这个问题再精简一下。下周是不是下周6过年，对吧？下周6是初1了，应该是。好，感谢大家的支持，是吧？是不是下周？哦，下周哦，对不起啊，不是下周。那下周节目正常啊，就是下周。对对对，我跟那个苑教授的节目是2周一次嘛，对对，是下周。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就稍微聊到这儿吧，好不好？再次感谢大家啊！当然了，我们也有开通会员，所以说呢，如果您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加入会员来多多给我们支持。那么也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啊！我们就下次节目。我刚才有感谢过 Bobo 啊，谢谢他的这个donate，非常感谢。好，那我们就下次节目见喽，大家晚安，拜拜。